乌军营长公开了与俄军作战的方式，几乎离不开中国生产的无人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虽然我们一再表示，现在的乌克兰战场首次证明了商用多旋翼无人机的军事价值，但是还真有必要从乌军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待消费级无人机在地面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近日，美国防务1号网站发布了对一位34岁的乌军营长的采访，详细描述了乌克兰军队如何利用中国消费级无人机作战，甚至是打舆论战。其全新的作战样式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相信很多军迷最近看过一段乌克兰坦克攻击俄军战壕的视频，坦克炮管向下倾斜，抵近射击俄罗斯的战壕。这个现场直播画面非常震撼，而这段视频是4月发布以来获得了上千万次的点播。最近还有乌军公开的俄罗斯士兵向无人机投降的画面，同样体现了多旋翼无人机的军事价值。其实这几段视频全部来自于乌克兰军队第54机械化旅的一个营，而且作战区域正是巴赫穆特。这些视频附带的效果就是乌军将无人机作为打舆论战的工具，甚至在提升乌克兰民众的自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位乌军营长独立经营着一个油管账号，同时他利用视频宣传，从志愿者那里筹集资金。据介绍，这个营大约90%的车辆和60%的无人机来自于志愿者的捐赠。该部的上级指挥官是现年47岁的维克多少将，他主管的乌克兰军方地面部队的训练工作。据这位营长介绍，今天的乌克兰军队已经不再采用苏联时期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而是像美国军队一样管理下属。每制定一次行动计划，都需要下属拿出解决方案，供管理层审查，充分调动基层部队的主观能动性。整个指挥部要负责思考。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乌克兰军队在作战思想上已经全面北约化了，而俄军仍在坚持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按照这位营长的说法，他的部队在几个月的作战中，让瓦格纳付出了1200人的伤亡，而自己的伤亡人数要少得多。他强调，俄罗斯人拥有我们没有的资源，人的生命。第54机械化旅仍保持着开战之前60%的兵员。当然，这只是这位营长的一面之词，仅供参考。我们再来看看第54机械化旅的武器装备，他们现在配备的仍然是乌克兰军队原有的武器，只是增加了2项美国援助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以及从俄罗斯那边搞到的2辆 T80坦克，其人员补充也非常快，新兵只需要接受1个月的训练就可以了。在部队会进行为期3天的战术医学基本技术训练。这位营长吹嘘说，他们的伤亡率只有瓦格纳的几10分之一，尽管有所夸大，但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么乌军这位营长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关键还是该部拥有大量从国际市场上购买的中国消费级无人机。该营在开战前最多只飞过5架无人机，现在随时有10架无人机在空中飞行。乌军再也不需要按照苏联时期的方法来侦察了，也就是说，不需要派士兵深入危险地区执行侦察任务。该部60%的情报来自于无人机，其余的情报来自电子战和俘虏人员。他还表示，同在巴赫穆特作战的俄乌两军的炮弹比例是10比1，因此该部需要尽量让乌军的单发炮弹打得更准。这也需要依靠中国生产的消费级无人机。为了发动反攻，该部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夜战设备。我们可以从这位乌军营长透露的信息中总结一下乌军现在的表现。第一，其作战思想已经北约化了，部队的主观能动性比较强。第二，充分利用无人机的优势，获取战场态势感知能力，以争取战术上的优势。第三，乌军的武器装备仍然匮乏，对比于俄军的炮弹，其差距非常大。第四，其战损可能不高，而且新兵的补充速度呢非常快，仍然有条件与俄军打下去。
第五，充分发挥无人机拍摄视频所带来的舆论战的优势，并且能够通过这种方式直接为他的部队拿到大量的援助。第六，乌军缺乏夜视夜战装备。总体而言，现在的乌克兰军队是一支装备水平比较落后，但是信息化水平较高，而且主观能动性非常强的作战力量。这也预示着俄罗斯军队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也要充分调动其基层部队的积极性，并且要大量使用无人机装备，才有可能在消耗战中获得优势。客观看待俄乌两军的表现，乌克兰军队在某些方面拥有优势，但是由于综合国力仍然与俄罗斯没法比，要想打赢恐怕还差得很远。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